好，这件事啊就依你了，让他们继续共司。啊，不过合同就不必打了啊。为什么呀？没这个必要嘛，反正他们共司，我们出钱啊，货到出款，银货两起，大家都不吃亏啊。哎，这不挺好吗？条件上他都依了你。那为什么不打合同啊？不打就不打呗，合同不就一张纸吗？可那才是保障啊。银子才是保障啊，银子啊兑现了就行了。他总不至于用了人家的私不给钱吧？杭静婷不会的，他呀怕丢人。我都不知道你在愁什么，条件也依你了，方大哥也让他走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杭静婷心机那么深，怎么可能轻易的让步？里面肯定有鬼。你想多了吧？为了桑农们，我还是多想点吧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既然答应了条件，为什么不愿意打合同？他就不怕桑农们中途涨价吗？之前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他们闹崩的吗？你混账！杭锦峰，我是你爹，你真要把我气死吗？你说，你这是什么名堂？连斩草图。连斩你绣这个？对，谪仙。谪仙？你这绣的分明是江家园。尚未开箱。不用开箱，光看鼻子嘴脸，我就知道是江家园。这有何不可呢？一定要绣花鸟鱼兽吗？绣技当中人像最难，既是连斩，就要拿出看家的本领。你还狡辩！我当然知道最难就是绣人，但你就不应该在连斩的时候绣人像。你绣的还是那个江家园，你这分明是要让苏州绣派成为笑柄啊！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。我厌倦了年年绣相同的东西，花开富贵吉祥如意，我烦透了。一个绣师就不能绣他喜欢的东西吗？我喜欢圆圆，我就是要绣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我以为你长进了不少呢，结果你是越活越回去了啊！我就是要绣的，这是草图，谪仙。你敢！我为了让你在连斩上能够大展身手，有好丝可用，我忍着那些桑农们，我让他们共司半年呢。原来这才是他的目的，拖时间换空间。半年之后，他就不会用他们的丝了。难怪他不打合同。我苦心孤诣的为你设想，就换来你这番不长进。爹，您不必如此用心良苦。没有好丝，我也能绣出杰作。只要真下有情，我就能绣出好东西。我就是要绣的。我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这杭静婷这人太可恶了，哦，他明着依了我，暗地里机关算尽的。我就说他这人心机深吧。难怪他不打合同，他就是想用这半年的丝，把连斩这一关过了，到时候两手一摊，让那些桑农去喝西北风嘛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该不会……对，我要去告诉那些桑农。你这不明摆着要跟他站在两边吗？总不能让这些老实人被人欺负吧？圆圆，你说过你会站在我这一边的。我是会的，可是景峰，他也确实需要好丝才能出彩啊。你太小瞧杭景峰了，他是个有才之人，就算你给他一根麻绳，他也一样能够绣出一幅杰作来。为什么
事情总是这么复杂呀，总是让我夹在当中为难。好不容易走了一个方大哥，现在我又夹在景峰这事儿里了。圆圆，这人跟事儿吧得分开看。景峰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今儿就动身，不能耽误了。好吧，你自己小心啊。我知道。这是银票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还没发货呢。我们杭老爷说了，只要大家能够继续公司给秀士，那后期的款呢，一定能如期的奉到。哎呀，没问题呀！好，这可以，好，实在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大伙儿就别客气了，其他条件啊，杭老板都答应了。哎呦，都答应了，爷，真是说到做到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还真多亏了他，是不是啊？好人呐！这款子呀，大家也都收了，请各位在这个借款上啊签个名，按个手印。哎，好的呀，好，来，给我，来，不准收！哎，徐爷，徐爷，你可来了。哎呦，哎，你看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怎么呀？拿回去告诉杭静婷，没这么好的如意算盘。哎，这怎么了？是啊，我们他说不收，这些桑农们全听他的，都不收了。老爷您看，老爷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姐，跟我过来。我杭静婷这么倒霉吗？2个儿子，一个是窝囊废，一个是逆子，专门跟我作对。这能怪老爷发脾气吗？他这不是胳膊肘朝外，帮着外人整我们吗？真能整到我们吗？哎呀，咱也没辙呀。桑农啊，全听他的，都说了，除非签合同，要不就不公司。这合同啊，一签就签3年呢。真要打3年的合同，方天宇怎么办？他要何年何月才能进得了苏州啊？小姐，小姐。哦，没事儿，你回去吧。哦。这个徐恨，专门坏事。这可是险招，大伙若有异议的话，没有异议，就按您说的办。徐某，感谢各位的信任和厚爱。但是此举，毕竟非同小可，攸关着大伙的生计。切，是他先断了我们的生路。哎，杭静婷也太坏了啊！好，他以为先骗着我们拿了钱，然后按个手印，我们就卖给他了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人太坏了。这前面啊给咱们喂一口糖，这后边就给咱们喂毒啊！要我说啊，他是欺负咱们老实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再也不能相信他了，还是姜老爷好，仁义呀！哎，对，还是小爷好，小爷好，对，小爷向着咱们。就是，各位，大家容我再说一句话。此举一出，这就等于勒住了杭静婷的脖子。好啊，勒得好，最后我勒死他。对，但是各位连带着也得受罪。如果杭静婷不受威胁，活白干，这1年的生计，吃喝花用。徐爷，他现在不断我们的路，早晚呀也会断我们的路。横竖啊，3年以后他也不会再跟我们合作了。不如我们熬1年，大伙儿啊吃喝用啊都省着点儿，不会饿死人的。对呀，就是我们决定了，没有问题。就依啊你说的办。如果这次杭静婷不跟咱们打下3年的合同，我们呀就跟他一拍两散。就得要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我一条心。这能依他吗？究竟这家里是谁在当家做主啊？
真要依了他，传到外面去，不被别人笑话死吗？咱们家真是养了头黄鼠狼啊！吃行家的，用行家的，行家养着他，他还处处帮着外面的人。刚开始啊，先撬了哥的媳妇儿，现在倒好，唆使那些桑农一块儿对抗行家。爹，要往后再这样下去，他该刨咱们家的底儿了。爹，说句话呀，我是在为您打抱不平。是为我吗？还是为那个姓方的着急啊？爹，您这回啊，可真是冤枉我了。您上回说遗憾我不是个儿子，您这句话牢牢记在我的心里。我就想着，既然哥不能帮你了，那少跟我提他。本来就是嘛。爹只有哥这一个儿子，他不能帮你，那我这个做女儿的理所应当要为爹分忧解难才对。我看你也帮不上。谁说的？我就有办法可以帮得上。你想，那个徐恨可以揪着那些桑农闹事来要挟咱们。眼下怕是如此啊。才不！就凭他们那几个人，想得美！要治他那还不容易，只要把他告进官府，告他一个聚众造反的大帽子。你说什么？聚众造反呀！三织造所绣的绣作，乃是要呈宫中上用的。他纠众滋事，岂不是摆明了要断了上用吗？咱们就可以以这个为理由，把他告进官府。你敢？你要真把他告到了官府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爹，我这是在为您好啊！不必，你少管这档子事，你别去惹他。那就让他为所欲为下去吗？哎呀，不干你的事。总之这些事你别管，我还先告诉你啊，你不但不准碰他，也不准把这件事传出去。如果你敢私自做主，我绝不轻饶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那个人？他跟我们非亲非故的，他根本就是一个外来的野种啊！小心你这张嘴！还不让我说了？他已经爬到爹的头上来，你还护着他？谁是爹的亲生骨肉啊？我不准你再插手管这件事了，我会处理的。真要没办法的话，就让那个姓方的3年后再进苏州。哼！